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AT&T 近期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新增43.2万名后付费手机用户，远高于市场预期。光纤和固定无线宽带合计新增64.6万户，也创下新的季度纪录。自由现金流达到47亿美元，管理层还把2026年的股票回购计划提高到约100亿美元。财报公布后，股价明显上涨。这组数字对一家成熟电信公司来说相当不错，但 AT&T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多卖了多少手机套餐。10年前，他还在努力把通信网络、卫星电视和影视内容装进同一个商业帝国。公司先后花费巨资收购 DirecTV 和时代华纳，后来却把这些资产陆续卖掉，还削减了长期被投资者视为信仰的股息。如今 AT&T 重新聚焦手机和光纤，看起来终于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意。不过，公司又在收购光纤网络和无线频谱，债务也将重新上升。这一次究竟是真正的转型，还是另一轮大型扩张的开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AT&T 的故事几乎就是美国通信行业的历史。1876年，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完成了第一通电话。第二年，贝尔电话公司成立。到了188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就是 AT&T 被建立起来，任务是铺设和运营长途电话网络。电话网络有非常明显的规模效应，用户越多，整个网络越有价值。新公司要复制一套覆盖全国的线路、交换机和服务体系，需要投入巨额资金。AT&T 逐渐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电话服务，并建立起一个从本地电话长途线路到设备制造和科研机构都高度整合的体系。这套体系最著名的部分是贝尔实验室、晶体管、信息论、Unix 操作系统、通信卫星和许多现代通信技术都与贝尔实验室的研究有关。AT&T 不只是一家收电话费的公司，它曾经同时拥有网络、设备、基础研究和标准制定能力，但垄断带来的效率也带来了监管压力。1984年，原来的 AT&T 按照反垄断协议拆分本地电话业务，形成7家地区性贝尔公司。AT&T 保留长途电话、设备制造和研究部门，其中部分资产后来又被分拆出去。今天股票市场上的 AT&T 并不是原来那家公司简单延续下来的结果。拆分后的一家地区性公司 Southwestern Bell 后来改名为 SBC Communications。SBC 不断收购其他地区电话公司，并在2005年反过来收购 AT&T Corp， 随后采用 AT&T 这个名字。2006年，公司又收购 Bell South， 整合 Singular Wireless， 重新建立全国性无线业务。这段历史有点像一个被拆开的帝国，又被其中一块资产慢慢拼了回来。不同的是，电话行业的核心已经从固定线路转向手机。2007年 AT&T 成为第一代 iPhone 在美国的独家运营商之一。智能手机让消费者开始使用移动数据，运营商的价值也从打电话变成提供随时在线的网络。无线通信是一门现金流稳定、进入门槛很高的生意，频谱需要政府许可，基站和核心网络需要长期投资，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复制。用户每个月缴纳套餐费用，收入具有重复性，只要客户不更换运营商，公司就可以持续获得现金流。问题是，美国手机市场逐渐接近饱和，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运营商之间很难创造全新的用户，只能从竞争对手手里争夺客户。AT&T、Verizon 和 T 飞 H 飞 Mobile 不断通过手机补贴、套餐折扣和免费升级竞争。市场成熟以后，单纯依靠无线业务很难讲出高增长故事。AT&T 当时给出的答案是进入媒体和娱乐行业。管理层认为网络只是传输内容的管道，如果公司同时拥有内容和分发渠道，就可以提高客户粘性，在手机、电视和广告之间形成协同。2015年 AT&T 完成对 DirecTV 的收购，交易总价值约671亿美元，其中包括承担的债务。DirecTV 拥有大量卫星电视客户和体育内容。AT&T 希望把无线、
宽带和付费电视打包销售，还希望通过更大的内容采购规模降低成本。这个逻辑在当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传统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仍然拥有大量付费用户，消费者也习惯一次购买上百个频道。但问题是 AT&T 买入的时间正好接近行业转折点， Netflix、YouTube 和其他流媒体服务快速崛起，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取消传统电视套餐。 DirecTV 的卫星系统可以覆盖广泛地区，却很难提供真正的双向互联网体验。客户数量下降后，原本稳定的现金流也开始萎缩。 AT&T 没有及时停下来。2018年，公司又完成对时代华纳的收购。时代华纳拥有华纳兄弟、HBO、CNN 和大量影视版权，包括承担债务在内，整笔交易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AT&T 希望利用自己的通信客户和时代华纳内容，建立能够与 Netflix、迪士尼和大型科技平台竞争的媒体集团。收购之后，公司将媒体业务改名为 Warner Media， 并推出 HBO Max。AT&T 拥有优质内容，也拥有庞大的无线客户，但把电信公司和影视公司整合在一起，比管理层想象的困难得多。电信业务重视网络稳定、长期投资和成本控制，影视行业则依赖创意人才、项目判断和不断变化的观众偏好。两种文化很难通过一张组织架构图自动产生协同。更严重的问题是债务。DirecTV 和时代华纳两笔大型交易，让 AT&T 成为全球负债规模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之一。公司既要建设 5G 网络，购买频谱，又要投入流媒体内容，还要支付高额股息，资本开始被分散在太多方向。2020年接任首席执行官的约翰斯坦基，最初也是时代华纳交易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但他上任以后，很快承认公司不能继续同时经营这么多业务。AT&T 开始出售非核心资产，把 DirecTV 放入与私募基金 TPG 成立的合资公司，并在2022年分拆 Warner Media 与 Discovery 合并成为华纳兄弟探索。随着媒体业务分拆， AT&T 也在2022年把季度股息从每股52美分降到 27.75 美分，接近削减一半。对于一家长期被视为高股息蓝筹股的公司来说，这次调整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任。很多股东持有 AT&T 就是因为相信股息会长期增长，结果媒体并购带来的债务最终由股东承担了一部分代价。到了2025年7月， AT&T 完成出售剩余的 DirecTV 股权，正式退出这项10年前的大型收购。公司绕了一大圈，重新变成以无线通信和宽带网络为核心的电信运营商。现在的 AT&T 战略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融合。公司不再试图自己制作电视剧，而是希望同一个家庭同时购买 AT&T 手机和家庭网络。用户把两个服务放在同一家运营商，可以获得价格优惠、统一账单和更方便的客户服务。对 AT&T 来说，一个购买多项服务的家庭通常更不容易流失，获客成本也可以分摊到更长时间。2026年3月， AT&T 推出 One Connect， 把无线流量手机套餐和家庭网络放进一张月度账单。公司还推出可以自由组合的 Build 非 H 非 A 非 K Plan， 以及价格更低的入门产品。目的不是单纯降价，而是让不同预算的客户都能进入 AT&T 生态，再逐步增加服务。最新财报显示，这个策略正在产生效果。2026年第二季度 AT&T 收入为316亿美元，同比增长 2.3%， 调整后每股收益为65美分，高于去年同期的54美分。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达到123亿美元，同比增长 5.2%。 自由现金流从44亿美元增加到47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客户数据，公司新增 43.2 万名后付费手机用户，手机客户流失率只有 0.86%， 光纤新增 36.7 万户，固定无线宽带新增 27.9 万户，合计新增 64.6 万名互联网客户。 AT&T 表示，使用其先进家庭网络服务的家庭中 42.5% 同时购买了 AT&T 无线服务。这个比例就是融合战略最直接的检验。无线和家庭网络如果只是分别增长， AT&T 仍然只是两项成熟业务的组合。
只有越来越多家庭同时使用两项服务，公司才能真正降低流失率，提高每个家庭的长期价值。光纤是这套战略中最重要的资产。传统铜线网络最初用于固定电话，后来虽然也能提供宽带，但速度、稳定性和维护成本都不如光纤。光纤可以提供更快的上下行速度，使用寿命长，维护需求也相对较低。建成之后，一条线路可以多年持续产生收入。不过，光纤的前期投资很高，运营商需要挖路、铺线、接入社区和家庭。一个地区刚完成建设时，客户渗透率通常较低，收入需要几年才能逐步增长。AT&T 愿意大规模投资，是因为光纤不仅能带来宽带收入，还可以帮助公司交叉销售手机服务。2026年2月 ，AT&T 以57.5亿美元完成对 Lumen 家庭光纤业务的收购。这笔交易增加超过100万名光纤客户和400多万个可服务地点，并把 AT&T 带入丹佛、西雅图和盐湖城等新市场。这项收购最大的机会来自原有网络尚未充分利用，被收购区域的光纤渗透率明显低于 AT&T 成熟区域，而且不到1/5的客户同时使用 AT&T 无线服务。AT&T 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销售渠道和套餐设计，提高宽带渗透率，再把手机服务卖给这些家庭。这与收购时代华纳有一个本质区别。时代华纳是一家内容公司，运营逻辑与电信网络差异很大。Lumen 家庭光纤业务则是 AT&T 已经熟悉的资产，公司可以使用现有运营系统、定价方式和销售渠道，整合风险仍然存在，但战略协同性更加直接。AT&T 也在发展固定无线宽带，这项服务利用 5G 网络把家庭互联网信号直接传送到用户家中的接收设备，不需要为每户单独铺设光纤。对于人口密度较低、铺设光纤成本过高的地区，固定无线可以更快获得客户。第二季度 27.9 万户固定无线新增，说明市场需求很强。但固定无线并不能完全取代光纤，无线网络容量需要在手机和家庭宽带之间共享，用户密度过高时，速度和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它更适合补充光纤，而不是成为所有家庭的最终解决方案。AT&T 还需要处理一项没有那么吸引人却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关闭旧铜线网络。公司预计2026年传统业务收入下降超过 20%， 到2029年底基本不再重要。问题是，客户离开以后，网络维护成本不会立刻消失，公司仍然需要维修线路、运营系统，并满足部分地区的服务要求。管理层预计，传统业务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在2027年以后可能转为负数，直到相关直接成本被大部分清除。换句话说，先进网络正在增长，但旧网络仍会在未来几年吞掉一部分利润。AT&T 能否顺利把客户迁移到光纤和无线网络，是利润增长的重要来源。在光纤之外， AT&T 还准备进行一笔规模更大的频谱投资。公司计划用约230亿美元从 EchoStar 购买覆盖全美的大量无线频谱，包括约30兆赫兹的中频频谱和20兆赫兹的低频频谱。低频频谱覆盖范围广，适合改善室内和农村信号；中频频谱则可以在覆盖和速度之间取得平衡，是 5G 网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频谱数量有限，一旦购买可以长期使用。对运营商来说，它就像高速公路旁无法复制的土地。这笔交易可以提高 AT&T 的网络容量和速度，也可能减少未来新建基站的需要，但它重新带来了投资者熟悉的担忧债务。第二季度末， AT&T 总债务仍有1440亿美元，净债务为1264亿美元。公司预计 EchoStar 交易完成后，净债务与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比例会暂时升到大约 3.2 倍，并计划在3年左右回到 2.5 倍附近。 AT&T 刚刚用了几年时间出售媒体资产，改善资产负债表，现在又要为频谱增加借款。悲观的投资者会认为，这家公司仍然没有摆脱大型交易的习惯。管理层每次都说新资产具有协同效应，股东却已经为过去的并购付出过代价。但这一次也不能简单与时代华纳相比，频谱和光纤直接服务于 AT&T 现有客户，
能够提高网络质量，也可以支持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公司并不是进入一个陌生行业，而是在加固自己的核心业务。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 AT&T 应不应该投资，而是它能否在维持网络领先的同时控制债务和资本回报。目前公司的现金流给了管理层一定空间。AT&T 预计2026年自由现金流至少达到180亿美元，2027年至少190亿美元，2028年至少210亿美元。资本投资预计每年保持在230亿至240亿美元。公司计划继续维持每股 1.11 美元的年度股息，并在2026年至2028年回购约240亿美元股票，其中2026年回购规模从原来的约80亿美元提高到约100亿美元，加上股息， AT&T 计划3年向股东返还超过450亿美元。按照2026年7月24日大约24美元的股价计算， AT&T 股息率约为 4.6%， 以2026年调整后每股收益指引中值 2.3 美元计算，市盈率大约为 10.4 倍。这个估值明显低于大型科技公司，也低于很多稳定消费品公司。低估值并不代表市场没有看见现金流，它反映的是 AT&T 增长速度有限，资本开支高，而且债务仍然庞大。无线用户增长很难长期保持高位，竞争对手也会迅速调整套餐和促销。T-Fish Mobile 在 5G 和客户增长方面一直非常积极， Verizon 也在扩大光纤和固定无线。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则通过租用无线网络进入手机市场。如果管理层提出的双位数每股收益复合增长能够实现，2028年调整后每股收益可能接近 2.8 至3美元。市场届时如果愿意给予11至12倍市盈率，对应股价大约在31至36美元之间，再加上期间收到的股息，整体回报会比较可观。反过来，如果利润增长停留在低个位数，债务又迟迟无法下降，市场继续给予9倍左右估值，股价可能仍然只能在20多美元区域徘徊。AT&T 的机会并不依赖极高估值，而是依赖每股收益增长、回购和股息能否同时发生。卫星通信也带来了新的讨论。 SpaceX 和其他公司正在发展卫星直连手机服务，市场担心传统地面运营商的网络价值会下降，但在可预见的阶段，卫星更适合补充偏远地区覆盖和紧急通信。容量、室内覆盖和单位成本仍难以替代城市中的大规模地面网络。 AT&T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卫星明天取代手机基站，而是消费者是否愿意长期为网络质量支付更高价格。乐观情景下， AT&T 的融合战略继续提高手机和光纤客户数量，旧铜线成本快速退出， Lumen 资产的渗透率上升，频谱投资改善网络效率，公司自由现金流按照计划增长，回购减少股份数量，调整后每股收益到2028年实现管理层预计的双位数复合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愿意给予更高的估值倍数。悲观情景下，行业价格竞争加剧，手机补贴和广告费用上升，固定无线占用网络容量，光纤建设回报低于预期， EchoStar 交易推高利息支出，而旧网络关闭速度又不够快。公司虽然还能支付股息，却需要在回购、投资和降债之间不断取舍。 AT&T 就可能继续停留在低估值区间。我对 AT&T 的看法是，这家公司目前确实比媒体帝国时期更容易理解，它不再需要预测下一部电影是否成功，也不需要与 Netflix 争夺全球流媒体用户。公司现在提供的是现代社会几乎无法缺少的连接服务，收入稳定，客户关系持续，现金流也相对可预测。最新财报说明，手机加光纤的策略不再只是管理层演示文稿里的概念，后付费手机、光纤和固定无线用户都在增长，融合比例也在上升。 AT&T 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符合自身能力又能够带来一定增长的方向，但投资者也不应该把它当成一只没有风险的高股息股票。公司仍然有1000多亿美元净债务，未来几年资本投资保持高位， EchoStar 交易完成后杠杆还会再次上升。过去失败的并购史提醒我们，稳定现金流并不等于管理层永远会做出正确的资本配置决定。AT&T 现在最大的变化
是它已经从一家试图控制内容和渠道的综合媒体集团，重新变成一家专注于网络的公司。光纤、5G 和频谱都不是令人兴奋的新消费品牌，却是公司真正能够长期经营的资产。如果 AT&T 能够让先进网络增长持续超过传统业务下降，并按照承诺一边回购股票，一边把杠杆降回目标水平，那么24美元附近的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反过来，如果债务再次限制资本回报，或者光纤扩张无法产生足够客户，当前的低市盈率也可能长期维持。AT&T 过去10年最大的教训是一家公司不应该为了寻找增长离开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现在它终于回到了通信网络，但回到原点不等于自动成功。真正决定股价的是这一次管理层能否保持纪律，不再把稳定的现金流变成下一场昂贵的冒险。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